大家好，薛亮继续跟大家赏析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薛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上面的这些列出来的都是我曾经解读过的电影，可能我的解读的风格比较不太传统，所以大家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可以点走，甚至拉黑。那上一次跟大家讲到的是，在这个城市的小客栈里头，4个农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武士。那另外一个胜四郎，一个小年轻实际上是一个公子哥式的一个有这样武士 title， 但是没有实际这样的经验的四郎。那我们今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武士的加入，这里头就包括我们就简单的称五郎、七郎，然后平八。我记得我在第一期的介绍里头讲到，就是说除了这个首领看兵卫，因为他有一个看的意思，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洞察力，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那说起来智慧呢，其实人一生可能有一些智慧是从经验来的，有一些智慧是从知识来的，有一些智慧呢是从判断力来的。那经验的这个事情，你必须得经过时间，经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呢，确实是年老的，确实在这方面经验方面就更加的丰富这个东西是任何东西其他代替不了的。知识呢其实是可以速成的，也可以 crash course， 然后你可以甚至很小的人，如果他们饱读群书，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达到了可能很多人活到100岁都达不到的一个知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判断力，判断力就涉及到其实是一个公义的问题，就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最后的真相，这个东西的判断的时候必须得考虑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一个具体客观存在的真善美的标准的关系。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在不同的这7个武士身上呢有不同的强项和弱项我们就以看兵卫来说，他肯定作为这个整个的七武士的领袖呢，他比较的平均，他也经历过战乱，他也经历过失败的痛苦，然后他同时其实对作战的知识，对人的知识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积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他有一颗谦卑的，有一颗怜悯的心肠。他看到这些受苦的农民的时候，听到他们遭受山贼的这样的一个骚扰的时候，就情不禁的去要帮助他们。然后他第一场立起来他的人设的就是那一场，就是为了救孩子的这一场戏呢，也是为了好像区区的1碗米饭或者2碗米饭。那这一次上次讲到，他又是听到了农民的哭诉，甚至因为城市流氓对这些农民的嘲笑之后呢，他就说这活我接了。所以上一个镜头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从这个城市流氓或者说从苦瓜脸兄那儿接出来这个特意给武士准备的米饭之后，他郑重的甚至是带着某种敬意的他甚至说点了一下头，他跟这些农民就和干杯一样，就说呀，我把我的生命，我的承诺郑重的向你们摆在这个米饭的面前。那背景本来这2个其实苦瓜脸和利吉呢，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主心骨，是一个墙头草的人物。这时候利吉本来是已经绝望当中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示，这碗米饭端起来再放下，看兵卫的这个谦卑显示到了极限，然后立即这个时候喜出望外。上次我们就讲到这儿，当然我们刚才还是接着那个所谓的经验、知识和判断力的这个维度来讲。那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其实菊千代他自己，你们可以想一想，他到底在这个三角里头哪个维度比较强呢？那胜四郎这个年轻人又是哪个比较强？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跟着这个电影往下探索。那利吉兄呢，就直接就跪了因为他觉得这东西拯救的不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村民的粮食我整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和尊严也都在这个上头了。OK， 场面一转，然后来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长镜头这个调度还蛮复杂的。看到一个普通的村民先从左侧入境，是一个基本上中景特写，然后就开始大喊，
嘶吼了几声之后就开始疾跑然后镜头就整个跟着他以这样的一个中景特写的画幅的运动方式呢往右摇，然后背景的运动模糊然后呢他随着他离镜头越来越远之后，他的背给我们观众看，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村民呢来到了四面八方，来到了这个村子里头的一个打鼓场上，有小孩有女人，所有的人都很焦急的盼望的这个从村外来的这个消息。那现在万造就是我说的鸡贼兄鸡贼兄回来了。鸡贼兄和谁回来呢？你看这个中间的景就是说在景深的中间呢，还有这么一个大个子，也表现得非常的焦急和盼望。可要我们看看这倒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时候呢，从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广角、层次比较丰富的一个镜头上呢，再一次由这个报信的农民，他又进入了一个中景特写的这样的一个疾跑当中去，然后中间在这个地方又要停一下，然后继续再来这里头确实是有很多的刻意的调度和节奏感。这是黑泽明非常非常擅长的整个在七武士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其实是非常微妙的，我们几乎不用察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内的调度，实际上是启发了后代很多导演。其实斯皮尔伯格在这个镜头运动方面呢，他也是有很多的很天才的这些运动方式这种天才他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他就是刚刚好，让你觉得刚刚好，这个事件就在你眼前，在实时的这样一点一点的展开这个其实要比剪辑来讲呢，其实看的肯定是要更过瘾的。所以对于初学的这个电影制作者来说，其实剪辑主要很多的时候是为了省钱是为了能够实际上你不需要布这么样一个365度的景，然后你可以有很多的强调什么的，但这种强调不一定非得通过剪辑来实现，直接的调度和镜头的运动就可以能够实现这叫 blocking 嘛，在戏剧里头，对吧？所以再一次这个报信的农民就继续在奔走。其实你要想一想，这个镜头如果说只是说从现场看来讲，不一定是非常的合理的，因为它几乎这个镜头呢运动了快到360度，快到了1周了。那你说你从前头跑过来又跑回去，是不是合理呢？但是这个在电影上、在屏幕上、在镜头内却是非常合理的。总之这个镜头就是调度完了之后，人就越来越多聚集在这儿，然后这个时候剪辑了一下，镜头用一个高角度的俯拍的东西，还是在强调这个大家把这个鸡贼兄和傻大个加上报信的农民围在中间，然后镜头通过人的脸的方向来去强调中间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农民的这个角色，大家就说问起来立即和平怎么那样。OK， 这就是镜头同时还在往上推，你看镜头本身还是运动的这种更加的在把这个两个人的面目和他们的重要的信息带过来。那大家就开始问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简单的一个信息和剧情推动，但是在镜头上呢，这就是大师就是给后世设下了很多的一个学习的榜样。还记得吗？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哭天喊地，所有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时候，这个女人带着一群孩子在那儿哭，说怎么办，对不对？那其实也是她凄厉的哭声，最后把这个立即就给心中的怒火就激起来，最后导致了这个他们出去找武士嘛。再一转场呢，回来当然除了跟村民交代之外，对吧？还有上层建筑呢，上层建筑就是这个。就什么老爹还是叫什么长老那两个人看这个还是有秩序的长老坐在床上，还是闭着眼睛和第一次见一样，很简单，重复了一个7个这场戏也是拍的非常好的，对这个老人的这种经验和判断力的一种渲染，对吧？老人毕竟活得够久了，说那这个时候大家要记得就是说鸡贼兄这个时候还没有被完全说服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这个合理吗？对不对？他就要跟这个老爹继续去争取，就是我们还是投降吧，我们就给山贼点东西就完了嘛。因为他其实是有储藏的，他不像刚才那个女人什么都没有嘛。人都是很自私的，他真正的如果说那个女人没吃的，他也未必能给出来他多少，真正能够去支持他。然后鸡贼熊跟老爹说：“你说的4个，结果在前线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哈。这个利吉居然胆大包天，在外头就夸下海口。因为谁说的7个呢？是因为看兵卫说的，说他仔细掐指一算哈，还是人家的经验、知识、判断力，说我们得需要这样7个人才能把这活接了。那回来之后，那个。”鸡贼熊就是说这7个你觉得行吗？对不对？他很希望能够得到老爹的一个说那不行，咱们就不干了嘛。那他的这个路线斗争不就赢了吗？结果老爹很出人意外，说了个啥呢 ？I figure we need at least 10。我觉得我们 would need 10，而我们其实是需要10个人的。当时我的想法是需要10个人的。但是我如果跟你们说10个人让你们去找呢，你们肯定找回来就是15个人哈，这是一个期待管理哈 ，expectation management， 这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判断力、经验和知识啊，他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永远。只要设下了预算，就一定会超支，对吧？这是不可能说大家会节俭的，这也是出于对人性本性这种自私幽暗的这样的一个洞察所得出来的。这个时候，这不鸡贼就非常吃瘪啊！看一下傻大哥说：“哎，这怎么弄啊？”但是其实鸡贼有一个傻大哥没有的关切，这个时候他就要提出来了。这个时候镜头切成2个人的一个景，就是主要强调的是鸡贼熊的这样的一个，我很担心呐 ，I'm worried 哈。这个时候当然在整个的场面里头的声音方面，还是老爹所在的是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地哈，是一个水车，是一个 mill 在当非常机械枯燥的，但是他毕竟还是这个村里头最有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人，也代表某种时间上的这种连贯性、冷酷性、客观性和这样的一个急迫性啊，生死就在这样一秒一秒当中在 passing 哈，在 passing。他担心老爹。给了老爹一个反应镜头，有啥可担心的啊？你说有话直讲，然后他就讲到了，就说村里头的这些姑娘们，到时候武士一来，他们可就都怎么说？不能说发情了哈，他们就会非常的迷上这些的人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就是武士毕竟首先是说比较酷嘛，对吧？有装备，社会阶层又高，说实话，这个。在文化上也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的，对吧？哎，他这个事情说，如果说武士们过来去碰他们的话，他用了一个 touch them 哈，英语我不知道日语怎么用的什么词，他说的是 all hell will break loose， 就是那天就塌了哈，这就是太大的事儿了。那就到时候就僭越了这样的一个其实种族的不是种姓制度，而是说这个社会阶层这种已经固化的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你下层的姑娘到时候去攀上了一个其实你攀不上的人家之后呢，这个后果不只是说你很 miserable 哈，你会很悲惨的，而且是说带来他认为的是说整个世界就是 cosmic chaos 啊。整个宇宙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合理或者是没办法调和的矛盾呢，就紊乱了啊！就是整个这个鸡贼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他的世界就这么小，他觉得说我能够顾及到自己的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女儿安安全全养大，比什么都重要，对吧？你看他这个身体姿态是个扭的脖子，说，哎，你难道不这个话你难道不听一听吗？他用的可是个复数哦，他说 the village girls， 但是其实你说他关心的，实际上他关心其他的姑娘吗？他主要当然就是关心他自己家的姑娘嘛。老爹这时候听不下去哈，直接切到特写啊！山贼都要来了，你这个
蠢材哈，然后你的头都快掉了，你关心的是你的胡子吗？你的 whisker 吗 ？whisker 还更像是这个胡须哈，就像猫的那个叫 whisker， 你关心的是这个吗？真的是不识大体哈，然后就把他严厉的斥责了一下。然后再切到这个回来到鸡贼兄呢，也是特写，这当然也是蛮好莱坞的哈，整个的这个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强调信息。那鸡贼兄的这个就你在权威面前，你这种小算盘打不赢啊，实在也是经验知识判断力实在搞不过这个长老呀。在平行剪辑或者说故事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小镇当中。小镇当中又是一个武士啊，在运动镜头跟拍他啊车水马龙的集市上，然后立即呢从右边入画追上啊，再切回到一个远景，其实是通过前景的这样的一双草鞋，然后四郎和这个苦瓜兄啊，因为农民现在分了两波嘛，就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成的。立即每一次都是他出去找武士的。有时候被霸凌的够呛哈，满地打滚。然后这一次呢，他还是鼓起勇气来，立即是不放弃的，就是还是每次都是我来去 approach。然后这个时候也交代了一些这个村里头的孩子哈，等一下这些孩子呢，等一下还有别的用呢啊，给人家卑躬屈膝，请人家说来，能不能招募你一下？然后你看这个镜头的连续性就是非常 perfect 哈，非常完美。那四郎往右边运动的时候，再剪到这边换了一个角度，就更强调的是说这两个观望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且他们也知道，就说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个不太令人平安的、有很大风险的一个场面。那这个切到中景的之后呢，你就看到就说，我相信黑泽明在选这几个跑龙套的工具人武士的时候，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他们的气质和长相的哈。这个人看起来呢，就是说一看从肢体语言的表演上，一叉腰的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居高临下的，立即是通过弯着腰，对吧？然后这个武士呢是叉着腰，你要我去为你服务吗？农民说 Yes sir， 是的啊。那他不是说完全不会考虑这个事儿，因为说实话，他也是肚子饿，他也有需要去找一份工作的需要嘛。那他就是问说，我要跟什么人去征战哈？这个时候镜头回来之后，运动在交代就说，原来坐帐叫什么？坐在帐中去统御哈，决策千里之外的这个帅才呢，看兵卫就开始拿一下他已经捡回来的一些木棍，或者这就是说客栈里头的柴火嘛，因为他们要做饭，他们需要这样的柴火，掂量什么一个合适的长度，然后去给他，让四郎呢，进门的时候假装的去仰攻一下，偷袭一下这样的一个武士，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测验吧，就是说如果说武术高强呢，这样就能够看出来他的一个身手了。那四郎就是很顺服啊，他既没有经验，但是可能比较有知识，因为他是一个学堂里头学会了很多兵法的人。然后其实他的判断力呢还蛮好的，他就是说看准了一个事情，看兵卫是个好的师傅，这个人的人格也很伟大，我要拜他为师。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其他的没有判断力哈，农民要不要帮我不知道，但是我因为我认定这个人，我就跟着他走，这是他现在的展示的判断力。但其他方面呢，就都经验是非常非常短缺的。鸡贼兄一看，哇塞，你们要干什么？对不对？你们打架，那万一打起来，我好害怕呀！这个人物的那个卑微懦弱的性格，然后第一次跑到后面来啊，就藏起来。我连看热闹我都得远远的看，我都不是那个胆儿大的。四郎最后准备好，这个立即不是鸡贼兄啊，这个嘴型啊，非常的囧了，就是，哇塞，你们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呀，给我想都不敢想。看兵卫这个时候拿了小小的一个枝条啊。
也是挺耐人寻味的，就是好像就说我要量一下这些我要招来的人，这些是要跟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呀，我肯定要非常仔细的去看谁是能够有资格跟我一起做的。那这个资格还不仅仅是说他的武艺，还有他的人格，他的团队精神，他是不是有真正的一个 general 的作为人的判断力，而不只是一个武士的判断力。而这个测试呢，其实就是一波两折。这个将来的马上要进门的人，他在武艺上呢已经显示了高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他在其他的方面，一方面当然这个人也没有答应要加入，另一方面即使他想加入，我相信也通过他的表现呢，他就 disqualified 他其实是不够格的。这 again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个事情。OK， 圣次郎准备好运动镜头，交代他在往过破镜的时候，然后这个武士进门，圣次郎首先，如果说他真的是偷袭，他俩武艺一样的话，那其实他还是能得手嘛，就是因为他其实经验也不够嘛，武术也不行啊。那这武士甚至没看都没看，就直接拿这个自己的长刀一挡，刀鞘一挡，然后右手抓住，就抓小鸡一样把圣次郎一甩出去，圣次郎就踉踉跄跄直接撞墙去了啊。那同时这个镜头是实际上当然是为了交代，就说看兵卫赶快就是说呀，我得把这个 de-escalate， 我这事儿是我惹的，那我要讲清楚我的来意啊，不要让人家误会啊，请不要生气啊，我是谁谁谁，然后介绍自己。那这个武士进来之后呢，他还处在一个 fight or flight 的打或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肾上腺已经激发出来了。那他手就已经在刀柄上了啊，就随时准备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但是其实这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 overreaction 啊，这是一个过度反应。因为他如果作为一个武士的话，他应该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街上，而且他刚才袭击他的人这么弱小的话，他应该知道不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力呢？这也显示了他的这个道行的深和浅哈。看兵卫非常的直接哈，当然剧本也是很有效率，就直陈来意，就说我们要做什么，做这个事情。那再一次，当然刚才立即已经跟他讲了嘛，这时候镜头居然切回的是四郎这个地方，四郎还真的是说，一方面就是说，哇塞，没想到人家我也好歹算是一个准武士，有武士 title 的一个人，怎么这么惨啊？我虽然偷袭，也不至于说没想到让人家直接把我就扔到墙上去了呀。又疼的是，又觉得说也挺兴奋的，说哎，这些人都很厉害，我都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继续看兵卫解释他的来意的时候呢，他再去讲的时候就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目标是说为了去为农民而去打山贼啊 ，fighting for farmers， 这个东西一下子讲起来，他当然他知道武士普遍的心态，但是他就说了一个，就是说 ，it pains me to tell you 哈，这个就是我说起来，我就自己都是特别痛的哈，我就是让我觉得特痛苦的。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说，我们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这个活呢，不但说没有酬金，也没有奖金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吃个饭啊，就是说我们跟战斗的那些日子，反正人家管我们吃饭，就其实他说的这个话还蛮直接的啊。上一个场景不就是吗？他拿的一碗饭，我不会对不起你这碗饭。在他用自己的同理心一换位思考，他知道就说这个东西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事儿。那人家把天大的一个好处给了我，我就要用我天大的能力，或者说我要用我庄重的东西去换人家这样的一个天大的信任嘛。那这个事情。回过头来，这个野武士的这个说法，其实是把刀一收呢，他的
脸上的表情其实不是那么自信，他在说什么话的时候不是自信。虽然他这个时候已经想到，就是说我可不干这个活，太丢人了哈，我不管你有多强，我也对你本人没有兴趣。他说的什么话的时候眼神闪烁呢？大家看一下他这个眼神的闪烁，对吧？他看他两下其实不是很有自信哦。我相信他的气场，他能够感到看兵卫也是个高手，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功力的，临危不乱的一个人，肯定是有很多经验的。所以他的拒绝呢，实际上是以一个什么借口说呢？说我的雄心壮志啊，比你刚才说这种情形要大多了哈！你以为我的人生的志向就是为了农民去打山贼吗？这不是我的理想啊，对不对？我是个有理想的人，似有心人呐！你这也太瞧不起我了。他其实心里头这个真正的那个纠结的地方，是自己的身份的那个骄傲是放不下的。而这个事情呢，是整个七武士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的骄傲，人怎么去看待自己的外在的身份，而那个身份的那个真正的荣光从什么地方而来？到底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贱？是不是服侍别人的就是卑贱的呢？是不是你可怜这些穷人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卑贱的呢？是不是你只是说表面上很风光，就像这些武士挺着胸昂着头在街上拿着你的装备走路，别人都不敢迫近你，那就是高贵呢？所以整个的这个关于荣辱的观念啊，这是八荣八耻啊，这是在这个故事里头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他其实说这个话，其实这个话不是完全的真话。所以人不自信，不是因为说我自己说的这个真话是我知道的假话，有时候不自信是因为你说了一个真话，其实你心里头隐隐约约是你会觉得我是这么相信的，但是我同时有另外一个超然的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这么想也许是有点问题的，但是我还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你知道特别有意思。所以他的那个表现，我觉得是导演的非常的好的。黑泽明一定不是基督徒啊，我没有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对人性的这个洞察的方面是很到位的。这个时候，其实我相信看兵卫也没有真正想留他的意思，但是礼貌上还是要就说，哎呀，我不能说我请你一下，看你这个态度就说啊，那滚吧。啊，爱来不来哈，那叫什么样的一个leader 哈？不会的，我再试探，我还是用我的这个和蔼可亲的笑脸哈，就是说，哎呦，是啊，这个是我这么说，刚才那么说，确实是跟您的理想差了挺遠的。所以他这个 That's a shame， 主要是说，就是说，真的是我们这个我所领导的这个活呀，我开的这个口啊，确实是有可能玷污了您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身份和伟大的理想了。你说这话说的是不是够谦卑了？说实话，看兵卫难道在军队里头不比你地位高吗？但是他说的是这样的一句话，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这个人还在懵的状态哈，说我以为就这样了，对吧？我当时看了他两眼，其实就是说我这么说，肯定他也会觉得说挺看不起我，他就肯定直接就送客，对吧？结果人家还跟我在这这么和蔼的、柔和的劝我呢，可是这反应不过来，我也不能刚说了我不干，然后马上就说干，对吧？所以他这个地方还是很犹疑的一个眼神，哟，这家伙怎么回事？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I will not。然后走了哈。这个是一个非常旧的日本电影里头非常爱用的一个，连小金的电影里头那个年代的人都还经常用。那立即的这一次的又是白瞎耽误功夫啊，又失败了。那这个失败呢，其实不是立即的问题啊，立即都已经劝过来了，怎么你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合适嘛，对不对？就是你这个测试是不是有一点点把这个门槛设的有点太高了？但是这场测试的核心其实不仅仅是武艺啊，而是说这个人一方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discerning heart 哈。实际上我们再看到下一个，也就是五郎来的时候，五郎和这个刚才的这个野武士的区别，那就是非常非常大了。那看兵卫也不会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感到后悔。
四郎就非常的简单哈，就是说，哎呀，这太可惜了吧，人家这么厉害啊，你看把我扔在墙上了都。走了是不是太可惜了？我们真的是说我们 lost， 他用了一个说我们真的是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好帮手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会不会是说师傅您这样的刚才这样的安排合适吗？看兵卫这时候开始摸胡子去了哈，就是说，哎，我也知道我想要的人特难，我也知道你看到他的是那样的一个非常强悍的外表，但是年轻人呢要有耐心啊，这又是一个这样的经验在里头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切到外景，还继续强调这样的一个草鞋啊，草鞋是一个因为他们在泥泞的环境里头啊，他们必须得也是一个卑微的嘛，被踩在脚底下的。这个时候呢，看兵卫他们所有的人都来街上去物色了，就是说呀，这个不成，我们也还要继续努力嘛。扛着大枪的一个这哥们儿呢，就过来走过来了哈，镜头就跟着他往左摇。那这个哥们儿的装备不能不说好吧，不能不说是个糟糕的东西，对吧？是相当好的大长枪，一般老百姓哪有这玩意儿的？这个放在今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差不多什么家具了，狙击步枪了，是吧？平民都没有机会去拿的武器。哎，可是呢，为什么你们都不试一试呢？一方面，因为刚刚失败了嘛，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啊。你确实人失败了之后就是很颓很丧，你表现的不自信，你再去 approach， 你可能还不效果还更差，人家都看都不看你哈。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呀，你遭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就直接继续硬干吧。有时候要稍微的让自己缓一缓，对吧？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呢，这个时候看兵卫的眨眼呢，其实就是说他还在看到，就是说这个人的面目呢，不是那么一个可能他阅人无数之后认为这个东西是很好配合、很好合作的一个人。这人不好搞的话，你搞个队伍，他越厉害越麻烦，你知道吗？你找那么多自己不服从领导的人来干什么呢？然后继续摸胡子啊，看这个镜头挺有意思的哈。目送走了之后，决定不要去 approach。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没？四郎这个时候在观察师傅怎么办。这两个农民只是看到的就是表面现象，哎呀，这又是一个武士嘛。四郎在看，我再往前看一看师傅是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任务目标不重要吗？难道不是很着急吗？难道不是应该每来一个人都要试试吗？不是哈，你什么叫事倍功半啊？什么叫事半功倍？这个东西是有学问在里头的。那胜四郎继续往前走，远眺一下刚刚已经越走越远的武士，又觉得说我们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啊！这心里头年轻人没耐心嘛。那立即也是觉得说，哎呀，怎么回事？不试试吗？可是就是领袖就顶着这个压力哈，先不说啊，先再继续观察。然后同时这个木桩子就等于说把画面分成两半了，对不对？再看一下，这个时候其实年轻人就对这个领袖开始有一点点不理解了。那我也还是听你的吧，因为我觉得你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值得信赖不代表说永远都没有怀疑嘛。OK， 又切到村里头来之后，看到这个两个人，都是垂着头往前走。那特别是立即呢，就越走就越走不动哈，那个腿那个沉啊，垂头丧气的，觉得太不高兴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在杜县斗争当中再一次失败了，但是他真正问题是什么呢？他就连走都走不动，就直接蹲在地下了。然后镜头一切回来呢，当然这个是一个障眼法哈，
就直接换到了另外一个场景。那背景呢，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是整个电影当中无数次交代过的。第一次在这样的方式去引荐给我们，是一个小丘上的各种各样的坟头啊。这个坟头是如此的简陋啊，就是墓碑就是一个石头，然后上面再压着一个石头，好像有一些连上头应该都是有一个石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文化里头，我还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就联想到呢，就是说刚才老爹说这个利吉的这个，你这个头都已经悬在人家刀架上，你关心的是胡子吗？说实话，这个墓碑这个事情也是，这个说实话，这个石头就和头一样，随时也就掉了。这个生和死啊，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短暂的事情。怎么了？怎么就走不动了呢？然后他还是不说实话哈，他只是说这个我们找到一个了，但是这个是挺好的呀。他说的这个好，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好，不是说作为很能打的一个好，而是说这个人确实，你看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啊，他是有荣誉、有道德的、道德高尚的人，他都能为了小孩去舍身取义，那肯定也不会随随便便糟蹋民女吧？那其他的，他再招6个人，我们就不知道会招什么样的人了哈。那招一点流氓过来，我们村这不等于是说，自己山贼还没来，我们自己就被他们掠劫一空了，这是很可能的哈。你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呢。那就劝他说：“你这不是还没来呢吗？这个鸡贼兄的这个对他女儿的爱是真诚的，他的担心也是 legit 合理的。” OK， 再回到村，继续去观察这个街上走的武士。这人也是面不是很善啊，这是我自己演绎了。然后这个呢，装备也很好啊，又有刀是又有枪的，穿的也特好。但是这个看起来不太像我们能够一起工作。这哥们儿呢，小胖子也不行啊，走路这个样子。这时候其实我们就以后就叫他五郎吧哈，我记得他的名字就叫五郎次还是叫这个人呢，总体来讲确实是面比较善哈，比较平静和蔼哈。然后大家就通过一个广角镜的交代，这几个人就往出走了走，4个人就又露出来了。这人往前走，最重要的交代是在这儿。这个镜头再摇过来之后，一帮小孩在一堆泥里头哈，路上的一个趴头哈，就是说其实是塌陷的一块，塌陷的地方比较容易积水嘛，那比较容易形成泥。小孩肯定是把这个木头呀，就是削尖了之后，一端就是比较尖，就和铅笔似的哈。然后这样通过甩呢，那个尖头不就能扎到泥里吗？这是我小时候玩的东西啊。我们小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可玩的，哪有什么计算机、手机、平面电脑啊？就是玩这些东西玩的比较多。但是想一想，那个东西真挺好玩的，我觉得真的不比那个现在的那些 app 更乏味。其实那个玩起来特充实，一玩一下午。我们有一个游戏叫栽刀哈，就是说画一块土地，然后去是栽，然后去划分谁能把谁的土地全赢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小孩就像刚才揭示上交代的，其实就说哪儿都是有这些需要被照顾的一些弱势群体呢，他们也需要大人的 support 啊。然后这武士呢，五郎来了之后就津津有味的开始看小孩的这个童趣的东西，然后还摸摸他的脑袋啊，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就是说，小孩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难道不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所谓你大人的这些大男人、大女人哈，女强人、男强人，霸道总裁，你在这个世界上营造了这么多辛辛苦苦经营的这些事情 ，for what？你要为什么呀？你难道不是为了去营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让新出生的小孩能够享受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能够追求一个更真诚、勇敢的生活吗？
还是说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你看我好伟大，我才是那个真正的霸道总裁，我是霸道总裁当中的霸道总裁。That's vanity 哈，这是虚空，这是捕风，虚空中的虚空哈，一点价值都没有。其实那个没有什么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头，需要爱，需要把这样的价值传承下去啊。合着你搞了半天，就是说因为我特能干，所以我不顾家，对吧？我找了保姆来去陪他玩，我把电脑塞在他嘴里头，然后让他自己去玩。No， 陪伴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享受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呢。立即又去了哈，这是谁让他去的呢？当然是看兵卫让他去了。OK， 然后四郎还是很有信心，还继续试吗？这个呀，看兵卫其实还觉得挺感激的哈。你其实也不责备我，就刚才是好像我这样的安排搞砸了，你还对我挺有信心。那同时一石二鸟嘛，你也应该把自己的身手练得稍微好一点，对吧？你这个身体的肌肉的 muscle memory， 肌肉还没有成为定型的东西呢，多练练吧啊！一听呢，再一次强调这个鸡贼兄。不是苦瓜脸了，哇，又开始又打了是吧？又过来，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其实第一次让他真的挺害怕，那个人直接要拔刀了嘛，对吧？他是有理由害怕的。好，各就各位啊，一备齐。然后过来的时候，这次的情况不一样，在于五郎走在。还离门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开始观察。他是先看到什么呢？也许是先看到的是看兵卫在里头就是静坐着，是吧？同时呢，他观察了一下地上为什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轨迹，能够让他判断这个门后有人呢？其实我是不得而知的。是因为他的衣服的反光使得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亮吗？因为很显然这个光线不会把四郎的影子投射在这个地方哈，大家稍微有过摄影经验、有过基本常识的人都能知道。但是我同时觉得说，如果你是真正的摄影师哈，那种特别眼雕的话，确实是有一个反光板。和有一个哪怕是灰色的东西在一个其他地方能够补光的，那个其实是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哈，也许黑泽明是他自己太自以为是，通过自己的视角就觉得说，哇，这个就可以直接能看出来地上光线的变化的话 ，I don't know。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走了一步之后，又退了半步啊。觉得说，然后就开始笑了，就说哇，您真是开玩笑，直接接了一个大特写啊！大特写是强调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上的这样的一个开朗吧，就是说，而且他特别能够对人是有一个基本的相信和信任，就是说，哎，这个一看就是闹着玩，而不像一开始那个野武士一进来之后，马上就你冒犯我了哈，你恨不得杀我。而且上一个武士我忘记讲，他的一句话是说，你们给我说清楚啊，不说清楚我就要想办法讨回自己的荣誉了。他用的是 redeem my honor 哈，当然说在这个 honor 在任何文化里头都很重要啊，这是我个人的尊严啊，这是我的名誉，我的一个骄傲。这个东西是士可杀不可辱啊！你这样去侮辱我不行。但那个其实非常非常表面化的。什么是真正的荣辱 ？Again， 我们慢慢看，他就是很 approachable 啊，很随和的一个人。哈哈，您真是，我知道您可能不可能会安这样的一个坏心。大家都是做过武士的人，怎么可能在一个城市里头非亲非故、无冤无仇的干嘛要害你哈？看这个时候的看兵卫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俩不认识哎，你要知道，他这样的一笑呢，反过头来看兵卫直接拍大腿哈，觉得说哇塞，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对吧？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跟合作伙伴。两个人一见如故啊，然后就开始交代，就是说这个人踱步了2下哈，思考了半天，就是说行，我就。我入局了哈，I'm on board，
不是完全没有难度的哈，他再怎么样，难道就没有比这个给农民去杀山贼更好的营生了吗？这个机会成本是在那儿的哈，这个东西有可能会丢命的。但是两个人就是笑嘻嘻的，特别的举重若轻。这么重要的决定是以这样的一个谈吐来决定的。然后他说，但是我不得不说哈，就是说我虽然能够理解这个农民的这种苦难，我也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您人格高尚嘛，我实际上可能没有您那么高大上。但是真正吸引我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哈，是说是因为您的品格，我觉得说让我无法拒绝。这个话其实是这个话英文我觉得说的是非常非常用词很好的 character 啊，这个一方面是整个作为这个人的这个角色，但实际上它就是那个什么是角色，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形成，它不是一个性格，而是一个品格 character 是品格。然后说我 I find most compelling 就是说督促着我，逼着我不得不去这样做啊，因为您的品格激励了我了，让我不得不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选择。那看兵卫被这么一夸哈，再一次很重要的他的光头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就又用起来了，说啊，这个您这么说，哇，这个太不好意思啊，太不好意思啊！这个志村桥是真的是好演员啊，放在谁手里头都是闪光熠熠的，哇，这个赶快摸一摸头哈，这个我觉得我不配您这么说啊，他这 again 这是一个谦卑的表达，这一次的摸头就不是说身份的丢失了，被阉割的痛苦了，这种生理性的不适了，而是一种内心里头觉得不配，而这种不配往往是领袖的一个好的一个品格。好的领袖其实心里头就是要有一种觉得自己不配，我其实德不配位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其实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大上，我其实也和你一样有各自自己的恐惧，我自己的自私，我自己的懦弱。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哈，是那样的一个高于我们的那样的一个存在的 character， 那一个存在的品格，真正的 compel 我啊，把我催逼到我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事。而那个东西在日本的文化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是表面上的那种武士道精神，这是他们本来被应该激励的那个力量，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至高的荣誉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我相信上帝给人的启示是普遍的启示啊，就是说我们心里头其实多多少少对什么是好，对什么是坏，真假丑恶，实际上是有一个常识的。这个常识只是经常被我们自己的罪性和我们自私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呢，就隐瞒了。有时候隐瞒的太长时间了，有时候你被这个世界也是折磨到已经不愿意再去挖掘自己内心当中的真相的时候呢，你就慢慢淡忘了那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其实都在哈。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基督教电影，但是它的那个底层的东西，我们仍然得看到它的美善是从什么样源头而来的。然后 OK， 这个五郎呢，就是说啊，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头啊，在这样的一个特奇怪的一个地方啊，陌生的环境，最陌生的环境，最奇怪的一个地方，没想到我在这儿找到了朋友。他说的是朋友。朋友是非常非常高贵的一个称呼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记到，朋友的底色是因为大家互相欣赏彼此的品格，是一个真正的价值观基础上三观吻合，我们觉得说这些我们都能够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是的，阿门哈，阿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事情是稳定的，这个事情不可改变，不可动摇，阿门。这才是真正的朋友的基础啊，这是友谊的基础，而不是那些什么蝇营狗苟酒肉朋友哈，那个以利益为驱动的，以你自己的快感，以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谋算而去再把大家绑在一起，那个都是短暂的。OK， 叫他的名字，然后这里头有一个名字上的梗哈，就是说这个人的名字本身可能有一个就是个子高的意思，但是他就说其实他是个矮个子。但是他就是一个比较爱开玩笑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会把自己的用消解、自我解嘲的方式呢，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谦卑，而这个谦卑呢，是过去其实农民对武士的一种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人，他们对他们的看法也是刻板印象的哈，就是说这些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都是不拘言笑，都很严肃。但是其实在看到这个时候，他们也是人，他们开的玩笑，我们在地头上也开这样的玩笑嘛。这样的一个从人的层面上，其实你看到这个五郎在他这个人格魅力上就已经赢得了农民的这样的一个信任。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不是鸡贼兄的担忧也应该再少一点呢？对不对？在一转场呢，然后立即开始烧火做饭，然后他再以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远景去强调的这个空间感，然后交代整个的这个他在跟谁说话，吹风烧火，然后苦瓜兄呢就瘫坐在这个米罐子前头，新的冲突发生了他们的米被偷了。蛮有效率的交代了一下空的米罐，而且还是通过远景去交代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们渺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本来我们大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招募的事情，现在等于说发不出工资来了这个真是财务出问题了。我们 HR 现在工作做得这么好，你财务给我们出问题了，伸手就打再一次显示了，就是说，其实你说苦瓜是不是最可怜的人？他真的是一个人都欺负他，谁都可以打上2巴掌的人，流氓也骂他，这个立即也要打他，然后还把一把这个唯一剩下的一把米在这个打斗当中，其实就是撒了一地然后给的是可怜的鸡贼兄的这样的一个特写，又害怕，又觉得羞耻，又觉得说很无奈、很无辜、很冤屈也不是我的错，我已经很谨慎了，他说 I'm so careful， 然后就继续瘫坐，顺着墙往下滑呀，这很多的日本漫画其实都是画的是这样的。其实你想一想，黑泽明在电影里头很多这个动作其实蛮夸张的，但是你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说还不可以接受呀，这可能是真的呀，它非常非常的 dramatic 其实。然后把这个罐子在这个它在往下出溜的时候呢，在 cut on the action 或者是 between action， 在这个动作当中剪辑，然后实现这样的一个完美连续性，然后这个时候镜头角度一变呢，把米罐子放在前头，然后他去这样交代是最有效果，因为观众一下子就能把他所台词上说的这个东西和这样的一个罐子发生了一个视觉上和认知上的接触，同时呢，因为这个透视关系把米罐子放的这么大就显得这个鸡贼呢就特别可怜，就是说他抱的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睡觉能舒服吗？就再次显示出来他其实也是尽心尽力，但是非常的底层农民的一个形象。看他说我整夜都在抱着这个米罐子呀，这个说完这个话，说实话立即也觉得说这也是可怜的人但是就觉得说那我回家吧，虽然不是你的错，反正这个事情也这样，但是我们还是招募不能停我们得为养活他们吃白米饭。我回家拿上包裹就要走，那更实际的问题，眼下这一顿就揭不开锅了。然后他还说了一句什么呢？只剩下1把了呀，那这1把呢？这个时候立即也开始内疚了，说其实如果有1把米的话，至少我们今天晚上还能做个稀饭，对吧？糊弄糊弄我连夜回去拿米，至少能今晚上能够应付过去，否则的话你今晚开不出工资，明早武士们就都跑光了呀。
也觉得说，哎呀，我也有错呀，真的是说咋办呢？眼下的问题也不是我能够解决的。然后鸡贼就开始默默的可怜巴巴的，真的好可怜是吧？一个一个的米，又有那么多米，本来一把米可能掉到缝里头的都得半把了，一个一个捡，这能做稀饭吗？做稀饭都不够。观众在同情他们的时候手上这个特写的时候，哇，扔过来几个大钱儿啊！圣四郎四郎人家就是没办法，人家出生好，人家有的是钱，不差钱就是扔一把钱。OK，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哎呀，这再次，这是一个真心的感谢这个苦瓜兄哇，也是感谢人都是说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感谢的。真是帮了大忙了。那这个时候，四郎的人设也在继续去build up。你看他，这就是他既没有经验，也还缺乏判断力，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这些人打交道。人情练达即文章嘛，中国人这么说，就是你真的能不能和人快速的去形成一个和睦的关系，能够很随和的去，其实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让别人尽可能舒服嘛。为什么很多人很让人喜爱呢？因为他真的是能够很快的知道你的需要，他也会用他自己的办法，尽可能给你一些安慰也好，鼓励也好，支持也好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基督徒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这是因为这是圣经上的一个使徒保罗说的话嘛，是不是保罗说的我忘记了。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你不要说假话但是你同时什么话在什么时候当说呢？这个时候你看到四郎还不是很成熟的他那个眼神也觉得说，我到底是应该装出来我和他们不一样，毕竟我阶层，我从小受的教育也是好像我就是武士就应该有武士的样子所以他还说你们八嘎这个你们这些白痴别，一方面他想帮他，一方面又放不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架子，有一点点 awkward， 赶快把钱藏起来，他还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是他给的钱。因为其实他这个心里头显示了他这样的一个善良和纯全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就是我解决了你们的问题，其实你看我需要你们养嘛，对不对？我是因为是跟着师父这样伟大的导师的，我也不是因为为了帮你们，所以你看不同的人的动机呢，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往一个绳子上拧了，大家的目标有一个逐渐 align 的过程。然后同时通过台词的这个调度是说，一方面连接这两个人的戏，一方面直接就是说师父来了，缘故是什么？你们要藏起来的缘故是说师父回来了，这个就是非常高效的，不需要任何的 expositional 的一些解释性的桥段。远远的我们就直接看到就是笑眯兮兮的这个看兵卫特别开心走在前头，后面跟了一个人担着扁担带着斗笠一看就是也是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有点小生意，有点小营生，不像是一个武士切回从室内往拍的一个广角人家认识I ran into you at just the right time， 在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居然我们就给撞上了，对不对？这人是谁呢？这是当然整个戏的这个悬念。然后他居然问候他的是说，你还活着呀，是吧？对你就会觉得这凭什么上来这是什么话还活着呀，对吧？然后我以为你早就离开人世了呢。特别熟，否则的话不会这么说话的这个话里有话嘛，就是说这是一个前面的旧情，然后肢体语言直接上手了，对吧？男人之间还能够这样拍，太熟了。还活着。这地方大家有个要注意的细节看兵卫直接要去坐下说话的时候，他在干嘛？扭身脱鞋出门就穿上鞋，回来就脱鞋亚洲人的习惯我们到了哪儿，就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习惯，所以门口总是一排鞋，直接上炕。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个鞋的位置是有一点点小细节的设计的。OK， 这个人呢，我们就叫他七郎了他叫七郎次，应该他们就是挺有意思。整个这个除了看兵卫之后，你想
胜四郎什么什么五郎，然后七郎次、平八、九藏、菊千代哈，等于说4、5、7、8、9当然是谐音了哈，九藏千啊，就是一个数字的一个 build up， 而且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说，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逐渐招募的，很有意思。它是一个线性的，数字上也是线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招募的过程。当然，菊千代因为其实虽然很早就出场了，但是其实他到底算不算那个武士啊？这是整个影片的一个大梗，也就是说，我这衣服里头的这个三角，他到底算不算那个7呢？而实际上也是因为菊千代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成就了这样的一个7的这样的一个数字。7当然是一个非常，无论在很多宗教里头，特别是在犹太教里头，在基督教里头，7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因为上帝6天创造世界，第7天就歇息了嘛，一个星期7天嘛。OK， 他们在讲这个过去的故事的时候，那这是七郎嘛，对吧？七郎就讲的就是说我当时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啊，他叫什么？我肯定是上下文不需要多讲，就是你当时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说我当时是在这个 moat 是护城河，在护城河里头的水草里面，在天黑的时候一直藏到天黑，然后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整个那个城堡，他既然说到护城河，就一定有城墙，外墙就直接倒下来，而且是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倒下来。以前的工程那就是这样残酷的哈，火攻对吧？水攻，用任何残酷的方式给你围困起来，不让你吃饭，对吧？围城，这就是这么残酷，攻城掠寨。那他当时我不知道他作为进攻方还是防守方。但是它是一个城邦帮主之间啊，这是一个封建的领主之间的较量，不是一个什么平民和平民、什么农民去打山贼的东西，对吧？他是真正作为被雇佣的职业武士在征战的。然后他觉得说，当时他在护城河底下看到那个着着火的城墙往他身上砸的时候，他当时觉得他死定了哈，一边说的非常淡然的哈。用毛巾擦着刚才出的一身臭汗，好像就和讲一个别人的事情，特别小的一个事情一样，没有任何的情绪 emotion 的话，一说起来，哎呀，我当时在城墙，哎呀，那还算武士吗？那还算久经战场的战士吗？对吧？这才是战士呢，对吧？然后看兵卫那种聊天，就是说，当时。在那一刻，你什么想法在你的脑海里头呢？这种经验 ，again 是无可替代的。我一直说经验、知识、判断力，这种经验你必须得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生，对吧？得向死而生，你得先知死，才知生啊。得搞清楚这个事儿，然后也在那一刻你才知道自己内心的真相呀。七郎说啥 ？Nothing special， 是没什么特别的。哇塞，这一句话其实道破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那一刻，你不会很多人，也许没有那么 dramatic， 就觉得说啊，我这一生何其华丽，或者何其失败，或者怎么样，你只是觉得就说完了。That's it。如果说我们对永生没有什么盼望啊，你就说 OK， 我这辈子我大部分时间我想都不想，这事跟我无关。但是在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你只是会觉得说完了是个好事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完就完了嘛 ，So what？ 然后他们就说啊，还是不是不想再打了，不想再打仗了吧？那这个时候。七郎做了个什么动作呢？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镜头其实一直在这个草鞋看兵卫上炕的这个草鞋一直摆在七郎的面前，七郎就坐在他的鞋旁边。这个时候说起来还能打仗吗？烦不烦了？七郎直接干了个啥事儿呢？把看兵卫的草鞋给他扭过来了，然后摆好。
你看那个细节哈 ，Why？ 告诉我 Why？ 为什么？很简单啊，这是我想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的人，我就是要服侍他。很多人觉得说军队里头这太腐败了哈，这个勤务员怎么要这样的去服务他，搞得真的是和佣人和老妈子似的。但这里头的我相信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是你没有当过兵也许不能够体会的，就是说这些人领袖所承受的这种压力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当你分担不了他的这个决策的压力，这种对不确定的压力，这种对生与死，对自己部下，这都是生命啊！这些每一个决策可能直接都会影响到，就是这人是生是死的这些决定的时候，他其实背负着一个极大的天大的责任。那你作为他的手下，是不是就尽可能减少他其他的忧虑，帮助他，让他能够更想得更清楚一点，做出来一个最明智的判断？这个事情不仅仅跟关系有关，实际上也跟自己的生死和利益也有关系啊。所以上炕的时候，因为他摆的一个斜，就是说对着这个炕，对不对？那他上完炕下来一个动作，总会要下来的时候，那斜难道不是应该摆在外面吗？这个时候七郎帮助他边说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没有回答是不是我已经厌倦打仗了，而是通过摆的这个斜来表明，就是说我就是要跟着您的。我当时跟您分开呢，不是我的选择，那是因为当时打仗打成那个样子，我是要逃命的，我当时躲在那，这不是就失散了吗？但我今天既然跟您重逢了，我就跟您走到底了。没有回答，这特别高级，我觉得特别高级。然后这个时候呢，看兵卫看了一下在旁边做壁上观的两个农民啊，他们两个心里头其实特高兴啊，盼望的就是说，哎呀，又能够招到一个合格的武士。立即还真的是挺察言观色的，赶快假装在干别的事儿。OK， 然后交代我们都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个东西既不涉及到钱财，也不涉及到你的军衔，干不干？就这么简单，参加不？好的啊，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个时候 ，again， 镜头再一次的换了一个位哈，因为刚才已经交代完那双草鞋了，所以再次交代圣四郎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时候，看兵卫说了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话，说这一次呢，咱们现在不是 so far so good， right？ 我们到现在你也活着，我也活着，我们再一次在一个奇怪的地方重逢了。但这一次，也许我们就不是能够完完整整的去 survive 这一场战役了。这个次，也许我们两个这都得嗝屁了。It's maybe the one that kills us。 七郎是什么样的表情啊？我觉得导演的挺好的，你仔细看的话，其实是有一种悲怆在里头的。然后马上就是说一个，咱们其实早应该都死了啊，死就死吧。如果说死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能够死在一起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个今天的时间缘故，我就听到这儿。OK， 我真的是最后劝大家仔细想一想，经验、知识和判断力啊，而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去提升？好，谢谢您的收看，再见。